什么？你离了3次婚？那咋了？这可都是他们的问题。你看第一个，他脸太丑，他让我无从下口；第二个，胸太小，他让我的体验感太少；第三个，腰太粗，他长得比我都像一头猪，是他们配不上我。没想到你还是个婚姻测评者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3婚天注定，7婚靠打拼，爱婚家养。不过呢，我也有一点小缺陷，希望你能接受。啥缺陷？不会不能生吧？那不会。你瞧，这不是还怀着一个吗？你嫂子说你不是处女吗？你怎么怀孕了？怀孕证明我能生呀。玩我呢？你快说，奸夫到底是谁？喂，臭小子，你赶快到医院食堂啊！出大事儿了！奶奶怎么了？哎呀，乖孙子，少废话，快跟我去救你媳妇儿啊！你别乱来，我老公是，到底是谁？是他。我证明给你看。帅哥，接个吻。当众秀恩爱，恁俩欺负我母老婆是吧？恁俩也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臭小子，你可真出息了，这就亲上了？哎，叔叔呀，你还认识奶奶吗？老人家，你没事吧？千万不能服，小心他们家属到时候讹你一笔钱。是啊，这老太婆八成是装的，你可得小心啊！如果现在倒地求救的是你们，你们希望被冷眼对待吗？奶奶，是您啊！您身体好些了吗？好着呢。叔叔呀，你救了奶奶，今天奶奶就让孙子以身相许。啊？以身相许？我不管啊！你们俩亲都亲了，得对彼此负责啊！奶奶，我只不过是好心扶了他一下，他却主动亲我，并且骗婚。我不会娶心机女的。普信男，就算全天下男的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嫁给你的。哼！哎呦，你们俩呀，就是欢喜冤家，天生的一对儿。沈叔，既然敢搅黄这桩相亲，再不滚出我家，我就跟你那个残废哥哥离婚。嫂子，我……臭小子，你要是不结婚，以后咱俩就断绝关系了。奶奶，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嫁给我呢。那个，我愿意嫁。啊？哎呦，好啊！那现在咱们就去领证吧。霍总，霍总。哦，那个，你们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开下车。这臭小子搞什么名堂啊？平时不都是助理开车吗？叔叔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孙子呀，可是大公司的核心领导，事业有成，人品端正，嫁给他呀，绝对不会让你吃苦。奶奶，这就是你说的事业有成？开这辆剁椒鱼桶，怎么看都是普通人啊。沈小姐，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霍潇，是一名普通司机。
我叫沈叔，是医院夜班实习护士。这小子还玩起扮穷的游戏来，我偏不如你意。哈哈哈！叔叔你放心，奶奶给你500万彩礼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500万不够啊，那就1000万。啊，不是，奶奶，我求您收了神通吧。咋还怪起我来了？我问你，这车咋回事？咱家的劳斯莱斯呢？奶奶，为了您的身体着想，这婚我可以结，但前提是你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。我警告你啊，她可是我千挑万选的孙媳妇儿，你要是给我吓跑了，我跟你没完。如果是因为我是做司机的，他就跑了，正好让你看清他的真面目。沈小姐，我奶奶平时爱开一些玩笑，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普通家庭，要是你现在想悔婚还来得及。彩礼和家境都不重要，我只是单纯的想和你结个婚，我不会后悔的。我竟然和一个刚认识不到半小时的陌生人闪婚了。你住哪儿？我送你。我可以搬过去和你一起住吗？这么快就想搬进我的豪宅，果然是拜金。看来进我奶奶也是有意为之。我是租房的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回头把地址发你。另外，为了不惹麻烦，我们还是暂时隐婚吧。对了，如果你有驾照的话，我可以给你首付买辆车，方便你上下班。不用了，我有小电驴，肯定比你的剁椒鱼头快。随你。对了，霍先生，我们需要 AA 制吗？哥哥和嫂子结婚多年都是 AA， 我与他没有感情基础，AA 也自在些。不必了，我还不至于连个老婆都养不起。既然你有车，你就自己回医院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方便联系。哎，这么拽，还以为自己是牵一霸总呢。叔叔，你嫂子让你相亲的事儿，哥知道了。结婚可不是儿戏啊！你要是不想嫁，没人逼得了你。哥，我都已经结婚了，以后我也要有自己的家了呢。我的傻妹妹，你怎么能闪婚陌生人呢？他万一是个家暴男什么的，你就毁了。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爸妈？只要哥还活着，这就是你的娘家，哥绝对不会让你嫂子把你赶出门。哥，霍潇他人很好，我已经决定搬过去和他一起住了。叔叔，哥，我一定会幸福的。你和嫂子也好好的，不要再吵架了。妹啊，他要是对你不好，跟哥说，哥帮你揍他。哎呀，还不知道具体地址呢，打电话问问他。关于本季度的市场行情，我已经拿到了相关市场内部人员的报表，接下来给大家投屏，听听风向。是。霍总，接吗？挂了。是手机调成静音了吗？那我发消息等他回复好了。老公，咱们新家在哪儿呀？老公，咱们新家在哪儿呀？什么情况？老公，呼叫老公，我还不知道咱家的地址在哪儿呢。老公收到，请回复。over。关掉。 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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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怎么已读不回啊？该不会没给我改备注，以为是骚扰信息吧？啊，还真把我当骚扰人员了。奶奶，霍先生家的具体地址你知道吗？他好像把我拉黑了。他居然拉黑你！等着啊，奶奶这就给你做主。霍总，老夫人的电话。接了，开免提。霍香，你不告诉你老婆，你那新买的破房子在哪儿，还拉黑她，你想干嘛呀？就是。我以为他是骚扰人员，我就给他拉黑了。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喂，霍先生。抱歉，我刚才没认出你来。出租屋在紫金名苑 A 栋888。没关系，我要搬过来了，才发现没有地址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就一个行李箱，自己就能搬上楼。并且，如果真的需要帮忙的话，你会帮我搬吗？不能。什么都没有，没想到他生活这么拮据。这间次卧不错，正好彼此不打扰。就是得添置点厨具，他也不容易。既然结婚了，就好好过日子吧。霍总，是去老宅还是去湖心别墅？紫金名苑，记得把那辆剁椒鱼头开回来。对了，那个女人叫什么来着？沈叔。他倒置办的还挺全面。为什么我会觉得，或许和他一起过日子也不错？爱上未来的你，为了一颗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。霍先生，你回来了，快来吃饭吧。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？自己做总要卫生一点。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临时购买了一些。虽然我们没有感情基础，但既然结婚了，还是要过好我们的小日子。以后家里要买什么东西，你用这张卡就行，但是要做好账单，月底我要过目。不用了，霍先生，房子是你租的，已经算大头了，
所以生活开销还是由我来支出好了。每个月的账单我也都会做好，月底给你过目。他竟然不要我的钱，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她不是拜金女。快吃吧，我待会儿还要去医院加班呢。我送你吧。真的？那太谢谢了。不过你刚下班，会不会太辛苦了？不会，我的工作就是给老板开车，不累。你车呢？我忘记停哪儿了，我按一下钥匙看看。你开上劳斯莱斯了？完了，小货还没把剁椒鱼头开过来。我老板明天要早出门，所以我就把劳斯莱斯开过来了。哦，这样呀，那我还是骑小电驴上班吧。我们医院停车位很拥挤，豪车要是刮蹭到了，咱可赔不起。好，那你小心点。好，拜拜。啊，好险！霍总，您先别管车了。老夫人啊，说夫人跟您结婚1分彩礼没有，怕委屈了人家，让您发奖金表彰夫人这次见义勇为。怕给多了夫人不接受，给10万就行。立的不爱钱的人设，却让奶奶千方百计给他送钱，我真是小看这个女人了。沈叔，快走！哎，沈叔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医院的投资人霍总奶奶昨晚心脏病发，差点没命。听说呀，是个护士及时救助，这才捡回条命来。还好人没事。哎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好运。听说呀，霍总今天可是带了10万奖金来感谢恩人。院长呀，这才开这个表彰大会。进去吧。哎，请开，好好不挡道。钱。杨菲菲，你有病呀！沈叔摔坏了你赔呀！谁让他走在院长前面，不长眼睛？不就是进个会议室吗？你装什么呀？拽的又不是你，你废话什么？沈叔，你是想搞办公室恋情？当心我把你们都开除！啊，不好意思，嫂子，我们这就让开，你们先进去。在医院叫我主任，别想跟我套近乎。院长，请。奸夫淫妇，狼狈为奸，狗仗人势，你嫂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没事，我嫂子舒服了，我哥也能好过些。听说这次被救的老夫人应该是杨菲菲负责看护的，院长还打算借此机会直接升她为护士长。她要是成了咱俩的上司，那咱俩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先进去吧。医院是拯救人间的天堂，而护士则是白衣天使。霍老夫人夸我们的护士人美心善，所以拿出10万元作为奖励，而奖励不止如此。除此之外，我决定升任这位护士为护士长，以作表率。一会儿我将播放他英勇救人的视频，霍总也会亲自表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霍总来了，这是我这辈子唯一见到这么大的人物，我太激动了。走，霍总，我可以拍张照片，做个留念吗？做个纪念吗？不可以。这声音怎么这么像我老公霍萧？霍萧不过就是平凡人，应该不是他吧？哎呀，规规矩矩看个毛线！姐妹，直接冲！啊！他怎么在这儿？不行，我不能暴露身份。不许拍我们霍总，听见没有？不许拍，不许拍！啊，原来是夫人也在这儿，难怪霍总不敢暴露身份。院长，不是说好了要单独调出监控给我们霍总看的吗？找出恩人就算了，搞那么大阵仗干什么？哎呀，霍秘书，这都是我的意见啊！
啊，我要提拔这位护士为护士长，所以我就召开了员工大会啊。行，那你让他们都站好。都回去站好，快点！给他升护士长，这拜金小护士运气还真爆棚。霍总，请。我以为最帅的那个是霍总，没想到是霍秘书。他不是霍总秘书，是霍总的司机。没想到他的老板居然是霍总，难怪他会出现在这儿。大晚上还陪老板来表彰大会，当司机也这么辛苦吗？难怪这么瘦。哎，我看霍总对他的司机也很好，而且两个人都姓霍，难不成他俩是亲戚？应该不会吧，不然他早就飞黄腾达了，也不会开剁椒鱼头。什么剁椒鱼头？肃静！下面表彰大会正式开始，有请霍总讲话，鼓掌！霍总，霍总，夫人救人的视频已经截下来了，夫人是不是信以为之，马上就知道了。我们霍总不善言辞，下面由我来代表霍总发言。这是霍总奖励给白衣天使的10万元。下面让我们有请。哎呀，虽然照顾霍老夫人呢是我的分内之事，这点钱对于霍氏来说不过是9牛1毛，而且霍总如此热情，那我将勉为其难的收下。谁说是给你的？谁说是给你的？啊？但是院长说了，888 VIP 病房的霍老夫人出院了，我就是负责这间病房的护士，那功劳当然就是我的呀。谁说霍总奖励的是这个？昨晚霍老夫人被人推倒，是一位好心的护士救了她。怎么回事？你是那好心的护士？救了被人撞倒的老太婆，我可没干过这种事儿。回答我。院长和主任都说我才是恩人，想必视频至少能证明这一点吧，不然他们怎么敢让我升职领钱？没错，我就是救了霍老夫人的救命恩人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！昨天晚上我值夜班，那霍老夫人突然犯病，我紧急抢救，那不是很正常？哼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叔叔也是值班护士，那岂不是他也是恩人了？哎你，峰哥，你小声点，我没救过霍老夫人，我都不认识霍老夫人。沈叔，你上前来。我？去吧。昨晚你救了一个老太太，你在救她之前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助人为乐、不求回报的好精神。所以，这10万元是属于她的。你放屁！他就是一个从小死了爹妈，跟残疾哥哥一起长大的下等人，心里面不知道有多阴暗呢。他怎么可能会救人？就是啊，的确是这样。你才放屁！像你这种人，平常路过乞丐都会把乞丐的饭碗给踢翻，甚至还会抢乞丐的零钱。像你这种黑心肠，根本不会救人。父母双亡，和残疾的哥哥相依为命，他这一路活得该多辛苦啊！他怎么从来不说？院长不是说霍老夫人是特意奖励照顾她的杨菲菲吗？怎么又冒出个走廊犯病的事儿啊？主任，还等什么呢？直接播放视频，不就知道谁是恩人了？好。上了年纪了，没用了，一晚上跑好几趟。哎呦，原来是他撞的。哎呦，您是不是把我心脏药拿走了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可都是 VIP 病房的高级，和别人去办医。老人家，你没事吧？原来把奶奶心脏要踢走的人是你。怎么可能？她穿的那么寒酸，怎么可能会是霍老夫人？还是我奶奶！没想到奶奶是这样犯病吃不到药的，这该死的护士！不可能，院长亲口说了，那是霍老夫人。
你说他是你奶奶，那你难道是霍总吗？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的意思是，到底是不是？他不是霍老夫人就可以随意践踏吗？我今天我就是替我的员工撑腰的，无论今天小霍怎么处置你，我都支持他。像你这种脑胀人士，欺辱老人和同事的坏东西，就活该永无出头之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所有班次全部换成大夜班，不服就滚出霍氏医院。我付出那么多才坐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哼，我们叔叔这10万块钱奖金，可比你1年的工资都多了吧？嫉妒死你！都怪你！你为什么要叫那个死老太婆？我掐死你！叔叔，你们两个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搂他搂那么紧？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你别误会。霍秘书，叔叔说的是对的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没有特殊关系。哼，最好是。另外，你的班次全部变成白班，这是霍总给你的奖励。啊，对，院长都听小霍的。是。哎呀，沈叔非常优秀，我今天就把他转正啊，以后全上白班。哦，对，今天的夜班也放假。不是吧？他只是霍总的司机，都这么威风，我可真是捡到宝了。这卡你拿着，我们霍总很忙，没有时间待在这里。看来他真的误会我跟峰哥了，那我带他去吃顿好的，再道个歉。菲菲，没想到这个沈叔运气这么好，扶个老太婆就能得到10万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把10万讹回来。菲菲，那个既然这么欺负你，你赶紧追出去蹦死，讹他10万。10万算什么？我要让他倾家荡产！霍香，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我跟峰哥真的没什么。如果他就是你的心上人，你可以选择跟我离婚，但我1分都不会给你分。谁稀罕你那3瓜潦枣了？我没有婚内出轨，这是我的底线。那你跟我结婚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我哥。不行，我不能说是为了哥哥一家的安宁，不然他以为我没娘撑腰，以后欺负我怎么办？这个说来话长，今天我高兴，我请你吃饭，我们边吃边聊，怎么样？那怎么去？我那个剁椒鱼头没有开过来。当当当当，关键时刻还得靠这小电驴。走，吃饭去。上车。走啦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明明他也被撞到了，却先关心我。又是你们2个倒霉玩意儿，不长眼的东西！不看看把我车都给撞成什么样子了！杨菲菲，你有病吧？明明是你自己撞上来的，幸亏我老公没事，不然我今天非要撕了你！就会打嘴炮，撕了我，等你有这能耐再说吧。现在还是先来聊聊损坏我车赔偿的事情。你要点脸吧？这瓜很明显已经很久了，你这是在故意讹我们？讹你们又怎么样？今天是霍总在公司，我才不和你们计较害我无法转正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是要50万，别想了了！你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欺负他。一个仗着霍总狐假虎威的司机还装起来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连你一块收拾！要是没有50万，我就撕了你这破车！车在人在，想拆车就先拆了我！小心！
谢谢。我劝你不要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胡搅蛮缠，要是影响了我们吃大餐的心情，我让你在这家医院待不下去。就你们两个怂鬼还吃大餐呢？不会是那种99元一位的自助大餐吧？狗眼看人低，我们要去本市最贵的帝豪海鲜自助餐厅吃，1000一位我们也吃得起。两个没见识的乡巴佬，那家帝豪海鲜自助是私厨的形式，只接待身价1000万以上的人。就你们这样的穷鬼，上赶着去刷盘子，人家都嫌你们寒碜。真的吗？按理来说是这样子的，但我作为副总司机，我有资格带你去吃。一个小小司机还装起来？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进入帝豪海鲜自助餐厅的基本要求就是着装得体，最起码也得穿高定吧。真正的马瑞拉高定西装是要去意大利量身定制的，像你这样的土匪根本连国都没出过。你这衣服该不会是你那个穷鬼奶奶连夜采购纫机自己做的吧？杨菲菲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整天把上等人下等人挂在嘴边。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，还活在把人分3、6、9等的世界里呢？只有无能的人才会每天要求平等和尊重。像你们这样的下等人，生来就是一生的失败者，就应该被人踩在脚下，被人蹂躏。你没必要和这种垃圾生气。要钱是吧？我给你1000万。霍先生，我们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并且是他撞的我们，还把我的小电驴给撞坏了，应该他赔我们才是。待会儿给你解释。我给你1000万，希望你一会儿别后悔。你们还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呀！你在医院当贞洁烈女，你老公在这装有钱霸总。行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让我多后悔。霍先生，我刚才奖金才10万啊！相信我。到底给不给啊？别在这磨叽，我可没时间在这陪你磨蹭。这1000万是霍氏集团拿给我的，你也信？等等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是你惹不起的人。霍香，你竟然用公司的名义打钱，这1000万是我向霍总借的。我就说，像你这样下等人，怎么可能会和霍氏集团有关系？1000万，我们哪还得起啊？钱你已经拿到了，可以滚了。你还真是嫁了个好老公，让你负债累累呢，恐怕10辈子也还不起。回去让你老公啊好好照照镜子，就算穿得再像，也盖不住你身上的一股穷酸味。你平时侮辱我就算了，你竟然敢这么说我老公，我跟你拼了！哎，别拦着我，我今天非要撕烂他的嘴！相信我，他一会儿会遭报应的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他把我车撞成什么样了？这可是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幻影，保险杠300万，手绘腰线还要从英国请专人重绘，1200万，一共1500万，赔吧。不是，我的车停在这，它就没有动，是你撞上来的。杨菲菲，好熟悉的剧情啊！这是个滑坡，我跟你说，你没拉手刹，你撞到我车了，知不知道？我这大劳啊，我这大劳能买你这100辆了。你跟我这搁这叽叽哇哇的，我跟你说，恶人自有天收。走吧，老婆，吃饭去。负债1000万，哪还有钱去吃饭？我已经让霍总设置了延迟收款，他那1000万还没捂热呢，还可以撤回。真的？我还以为我们下半辈子要给霍总当牛做马了呢。跟着我，不会让你吃苦的。沈叔，你这个贱人！哎，还想跑是不是？说刷卡还是转账？怎么熄火了？
该死的杨菲菲，肯定是她把我的小电驴给撞坏了。算了，我们就不去帝豪餐厅了，反正也这么远，不如就在这附近转转。也行，那我先停车，再带你去附近转转。其实路边摊也会有惊喜的。今天你只管敞开肚皮吃，我管饱。臭小子，安排下明天双方家长见面的事儿，我也来看看亲家吧。好的，奶奶。对了，我奶奶说，要不要明天安排双方家长见一下面？那我能带我哥哥一家一起去吗？他也一直想见见你。你决定就行。婚戒总该有吧，省得他在医院被人惦记。走，我买个新婚礼物送你。这不是帝都最高端的珠宝店吗？随便一件东西就要上百万，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既然我们都已经领证了，当然是钻戒呀。霍总，我们只是契约婚礼，早晚都要离婚的，婚戒就不必了。而且你也买不起好吧？总不能再借钱买，然后夫妻一起还吧？做我霍萧的妻子，哪怕只有一天，也必须要有婚戒。况且这是奶奶说让我买的，不差钱。啊！把你们这里最贵的钻戒拿出来。好的，老板。这是来大客户的呀。我去接个电话。毕竟是奶奶促成的闪婚，没理由让她给我买这么贵的钻戒。你好，麻烦拿一个最小的吧。还以为多有钱呢，原来只是一个穷鬼。你说什么呢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我这里是霍氏集团旗下的珠宝店，不是两元店，这里随便一个钻戒也要100万，没钱买就滚出去啊！谁教你这么对待顾客的？你们开店做生意哪有感人的道理？有钱的顾客我把他当成上帝，而你买一个碎钻的穷酸鬼还不配让我接待。那我配吗？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黑钻赤金卡，只有帝都霍氏集团的霍总才能有。难道你是霍总？你刚才出去打电话，就是为了借卡装有钱的人？这叫宠老婆。嘘，竟然敢欺负我老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你既然已经知道我是谁了，还不赶紧跟我老婆道歉？如果你们真的是霍总和夫人，刚刚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你们的表情已经出卖你，只买了几碎钻的穷鬼，怎么可能有至尊黑金卡？我看这就是张玩具卡。哎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刷一下不就知道了？真能装逼呀！既然你非要刷，那我今天就让你死明白！我还要发一个抖音，公布你这对穷酸、装逼、犯嘴脸。哟，没想到这卡是真的，虽然只有10块钱，但是也不少呢。哼，你看仔细了，1000块、1万、10万、10亿、10亿！至尊黑卡，是霍总来了！来，你们给我听好了啊！霍总是掌握咱们帝都的整个经济命脉，他稍微一跺脚，整个帝都的经济都得颤一颤。贵客来临，速与我前去迎接。是，走，快！10亿、100亿！糟了，卡坏了。这下他可怎么跟霍总交代啊？好啊，你们2个居然敢拿一张植入病毒的假卡出来招摇撞骗，POS 机都刷爆了，现在就让保安把你们轰出去！我看谁敢！经理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刚抓到2个来白嫖的穷鬼，正要把他们赶出去呢。给我闭嘴！霍总，太太啊，是我们招待不周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劣迹员工给开除了。经理，你眼花了吧？这种拿假卡的穷鬼，怎么可能是首富霍总？我看他给霍总提鞋都不配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被开除了，抓紧给我滚！难道他真的是霍总？霍总夫人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还在这里废话？信不信霍总让你在整个帝都都混不下去？滚！
霍总，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今年全场免费。您看您喜欢什么？尽管，希望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。天哪，今晚简直是大扫荡！霍笑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好像被财神光顾了呢。不过霍笑，要是有一天我们离婚了，你不会把今天免费得来的东西都要回去吧？所以，你就是承认了，跟我结婚就是为了钱？胡说八道！难道我跟你结婚的时候，知道你是霍总的司机，知道你跟霍总关系那么好，知道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吗？倒也是。你们男人就是爱计较。你放心吧，我就带爽一把，等离婚的时候，全都还给你。哼，这女人生起气来，怎么这么可爱？夏氏千金，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我回国了，而且正在举办接风宴，咱们两家也算门当户对。之前奶奶说过，如果你找不到老婆，就给咱俩牵线。所以，你来吗？之前奶奶的确帮我到处相亲，招惹了不少烂桃花，但现在我已经结婚了，自然要跟他们这些人讲清楚的。行，你把地址发我，我正好有件大事要跟你讲。好，那我在帝豪酒店等你。正好，我也有件大事要跟你说。那个，一会儿有时间陪我去参加一个宴会吗？你们老板也太黑心了吧！都这时候了还要加班，这不是连轴转了吗？他都愿意借我卡借我钱，加点班不是很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这件事情关乎霍总的终身大事，我必须得带你一起去。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是因为外貌比较好，经常替霍总挡掉一些烂桃花，外面的人都以为我是霍总，尤其是这次回国非要嫁给霍总的夏氏千金。所以，你该不会是想把我带去宴会，对外宣布霍总已婚了吧？还挺聪明的。那你去不去？不去，这种富家千金最不好对付了。我是个普通人，不想被报复。你放心，有我在的话，不会有人欺负你。不过，你要是去的话，那边会有很多好吃的。真的？那我去。一会儿霍总呢会让人送2套衣服过来，我去开霍总的劳斯莱斯。等我。雨薇，你的这个钻戒我在新闻上看到过，1年前霍总豪掷100亿买了这个钻戒，外界都说是用来做帝豪珠宝的分店之宝的，原来是送给你啦。看来我要恭喜你了，霍夫人。就是据小道消息说呀，霍总下周要召开家宴，公布准霍夫人。雨薇，到时候可要请我们喝喜酒啊！原来刚才霍哥哥要跟我说的大事，就是宣布我是霍夫人，这可真是跟我不谋而合呢。下周家宴，我会邀请诸位去做个见证，大家放心，等我当上霍总夫人，一定不会忘了大家的。那就谢谢雨薇了。哇塞，好美的女人啊！这是哪家的千金啊？不知道啊，没见过，但她简直比今天的主角夏雨薇还漂亮100倍。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上流宴会，有点紧张。霍萧停个车怎么那么久？好希望他在我身边。雨薇，你看，这不是史书吗？就你那个高中时期的同桌，那个土狗小胖子。他怎么瘦成一道闪电了？穿这么漂亮来参加你的接风宴，该不会是想要勾引霍总吧？凭他也配被霍哥哥看中？这种上流宴会，可不是他这种下等人配来的。我的接风宴也不是他能撒野的地方。夏雨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这是我回国的接风宴，我不在这儿会在哪？倒是你啊，学校曾经有名的土肥圆，现在也是大变样了。以前在学校他就总霸凌我，家里有权有势，我也招惹不起，我还是赶紧离开吧，不然霍萧出了事诱捕着我，到时候还会连累他。干什么？打你啊？看不出来吗？还是说你想像以前在学校一样装傻？你那个愣头青哥哥不在这儿吧？今天可没人为你出头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哑巴了？哦，也是，像你这种底层贱民，在我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喘，更何况说话。说，你今天过来是不是为了勾引霍哥哥？霍哥哥，霍总，对，就是霍总。你还不知道吧？霍哥哥已经答应我来参加宴会，一会儿他就会当众宣布，我就是他未来的霍夫人。原来他就是那个纠缠不休的烂桃花，霍总对他避之不及，还要我和霍萧来断了他的念想，他竟然还敢奢求做霍夫人，真是笑话。夏雨薇，你确定霍总想让你嫁入霍家？该不会是你在痴人说梦吧？这沈叔的戒指怎么跟雨薇的一模一样？不是，这不是霍总送给未来霍总夫人的钻戒吗？听说全球仅此一个，这沈叔怎么会有？沈叔，我知道你家是贫困户，做梦都想掉凯子，参加宴会买不起真品，也不用打肿脸充胖子买个假货吧？这可是在帝豪珠宝买的，虽然经理没收我们的钱，但帝豪珠宝怎么可能作假？你说我的是假的，那你的怎么就不是假的了？雨薇这颗可是霍总送的，她可是未来的霍总夫人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那你知不知道霍总已婚了，他的夫人根本不是夏雨薇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霍总已婚了，他的夫人不是你。雨薇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霍总对外并没有说已婚呐，难不成是隐婚？这贱人说的这么理直气壮，难不成是真的？但霍哥哥还没来，我假冒隐婚夫人也好，说不定所有人都认为我是霍夫人后，奶奶那边同意了，霍哥哥这边也跟着同意了。先把沈叔这贱人赶出宴会，就没有人能拆穿我。你这个底层的垃圾知道什么？其实我就是霍哥哥闪婚隐婚的人，只不过这是奶奶一手操办，她不知道结婚对象是我，所以就没有官宣，所以我仍旧是霍总夫人。你要真是霍总夫人，霍总就不会叫我和我老公来打你的脸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夏雨薇，你确定你是霍总夫人？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呀，不然待会儿霍总来拆穿你的身份，脸疼。你个底层人，霍总夫人不是雨薇，难道是你吗？就是，像她这种底层的垃圾，恐怕做梦都想嫁给霍哥哥当老婆，否则不会连戒指都要买同款，还妄想取代我的位置，真是痴女。虽然这颗钻戒价值上亿，但是跟这种底层的垃圾戴同一个款式也是掉价，所以这个我不要了，让霍哥哥重新给我买个结婚戒指好了。垃圾袋都没你会装，是真是假，检验一下不就知道了。真正的顶级钻石，遇到强酸不腐不化，不如我们试试。你说验就验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雨薇，不如你就当着大家的面验一验，也好让沈叔死心，要不然他在这装模作样的，也怪恶心人的。这颗钻戒价值上亿，扔这里面岂不是脏了我的戒指？怎么，你该不会是不敢吧？不知道哪儿买的三无产品，在这儿冒充霍总老婆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冒牌货。我的是假的，他的未必是真。一个底层垃圾，除非是霍总夫人，否则绝不可能有真的钻戒。哼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个钻戒竟然是真的？难道说沈叔才是真正的总裁夫人？你胡说什么？他一个贫困生，父母双亡，跟哥哥相依为命，凭他也配嫁入霍家？说这么多干什么？我的已经验过了，该轮到你了吧？我不验，
一定是你在水里动手脚，我不验。夏雨薇，你该不会心虚了吧？据我所知，你不过是想嫁入霍家的烂桃花而已。霍总对你厌恶至极，还专门找人打你脸呢。夏雨薇怎么连验货都不敢验啊？难道说他真的是冒充霍总夫人的骗子？哎呀，你的戒指化了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朋友呢是开义乌小商品城的，我可以给你再买一个。这难道是假的吗？该不会是弄错了吧？怎么可能？霍总富可敌国，怎么可能会买一个假钻戒送给自己的老婆的？不可能，一定是这谁有问题。夏雨薇，嘴这么硬，你属啄木鸟的吧？我知道了，沈叔，一定是你买通服务员，想污蔑我。我告诉你，霍哥哥喜欢的人是我，你再怎么动心思也没用。真钻价值上亿，你这个底层垃圾也买得起，所以你的就是假货，假人配假货，绝配。不管是真是假，这都是霍萧第一次送我的礼物。夏雨薇，你完了！吩咐下去，今天晚上夏雨薇接风宴上的一切消息全部封锁，不许让外界知道我霍萧结婚隐婚的任何消息，更不许让外界知道关于沈硕的一切消息。是。他一定等久了吧？一个地摊货也这么宝贝，那我陪你好了。哼，这戒指是我老公给我买的，你的已经在浓硫酸里融化了，不也是假的吗？沈叔，你疯了吗？竟敢一次次挑衅我！霍总到！挑衅，一会儿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挑衅。雨薇，你别和他计较，他竟然敢毁了你和霍总的定情信物，等霍总来了，有他好果子吃。沈叔，霍哥哥来了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收场。好呀，那就看看是谁收不了场。你不是想勾引霍哥哥吗？那我一会儿就给他看看这些丑照，你猜他会不会相信你现在的样子是整容整出来的？天哪，沈叔之前这么丑的吗？简直就是个胖胖的癞蛤蟆。长得丑的人就喜欢整容，漂亮的跟天仙似的，但生出来的孩子还不是个丑八怪啊！那岂不是丑妖怪要被打回原形了？这谁要是娶了她，连肠子都悔青了吧？哼，你们整容怪开始慌了。今天的丑闻我一定会公之于众，今晚过后，你的这些丑照一定会遍布全世界。你把照片还我！嗯，想要啊？给你！怎么办？霍萧一定看到了，他会不会嫌弃我以前那么胖？霍总您来了，您一定要好好惩罚这个小胖妞，她竟然把您给雨薇订的钻戒给弄坏了。霍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他欺负我！啊！你没事吧？夏雨薇，你竟然敢这样欺负她！你知道她是谁吗？为什么霍总对沈叔这么关心啊？他俩好像认识啊，而且还很熟啊。刚才沈叔的钻戒硫酸都不溶，那肯定是真的呀。所以，不过沈叔才是那个闪婚隐婚的霍总夫人吧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岂不是惹了滔天大祸啊？怎么可能？沈叔这个贱民怎么能做霍哥哥的隐婚新妻？我绝不允许！霍哥哥，沈叔就是个费尽心思整容靠近你，想要加入霍家的骗子，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！我没有整容，也没有故意接近，你撒谎！我有你蓄意接近霍哥哥的证据。像霍哥哥这种英俊帅气多金的男人，被一个又矮又丑的胖子喜欢，是个男人都会觉得恶心吧？
沈叔，你真不要脸！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跟夏雨薇认识，是我来晚了，让你受欺负了。你放心，今天夏雨薇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他还真是护妻狂魔，但也不能假借霍总的身份真把夏雨薇怎么着，不然以后怎么收场啊？随便吓唬他一下就行了，别惹事。要是被人发现你不是霍总，我们都得完蛋。不行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不能让你这么白白被欺负。夏家必须破产。你又不是真的霍总，干嘛玩这么大？他处处都在为我考虑，难道这时候我还要继续隐瞒身份吗？霍哥哥，你真的结婚了？我以为你是为了气我，故意骗我的。我为什么要骗你？夏小姐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吧？我今天来就是告诉夏小姐和其他人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以后请不要打扰我。什么？你怎么能跟沈叔这个土肥圆结婚？他就是个整容怪，凭什么？是不是整容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霍总心里爱的人是我。夏雨薇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，根本不是霍总夫人，还竟然敢冒充我的身份。你霍哥哥，你敢当众羞辱我的妻子，你就该料到我会当众羞辱你。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谁敢把我妻子的消息泄露一丝一毫出去，我就让他们破产。我霍萧说到做到。霍哥哥，沈叔基因里就是又丑又胖，他生出的孩子注定是个怪物，你怎么能喜欢他？喜欢一个人不是只看外表而已，沈叔没有整容，比你好看10000倍，你才是那个满脸科技与狠活的整容怪。不，我没有，你胡说！需要我把证据甩你脸上吗？霍萧还知道夏雨薇这么多事呢，真不愧是专业给霍总挡桃花的替身，这气势还真像个霸总。霍哥哥，你一定是在气我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从小最喜欢我吗？你还一直无微不至的照顾我。你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是我奶奶喜欢你，不是我喜欢你。至于那些照顾，不过是你自己的痴心妄想罢了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幻想？不可能！我看你是真的没救了，不如你回去好好查查你的整容记录，或许那些照片会帮助你想起来。霍哥哥，你怎么能当着众人的面揭我的短？我整容都是为了你！我再说一次，我的妻子是沈叔，要是谁敢再打我的坏心思，就等着破产吧。霍萧怎么忽然帅炸天了？不行，不能再看了，再看心脏就要爆炸了。你干什么？你的戒指呢？结婚了，戒指要戴好，不然别人还以为你是单身呢。那个戒指竟然真的是霍总买给沈叔的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夏雨薇那个是假货了，而且也是夏雨薇冒充的霍总太太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戴了，但是夏雨薇说那是假的，给我踢飞了，找不到了。沈叔的结婚戒指是我花300亿从拍卖行上拍的，威廉姆顶级粉钻，之前一直放在帝豪珠宝，当做镇馆之宝。这次拿过来特意送给他，当做新婚礼物的。你居然把它给弄丢了！说吧，直接转账还是刷卡？300亿！你怎么能把这么贵的戒指给他？他这个底层的垃圾怎么配？你管我配不配？那个戒指就是我的，你记得赔钱，不然我一定起诉你。对，如果不赔，夏家就给我破产。老公，我们走吧，我想回家睡觉了。我们走。贱人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真是太爽了！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夏雨薇表情有多难看？开心就好。不过要知道你那么开心，我就帮你狠狠的再教训他一顿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们都是冒牌货，太过分就不好了。
反正我已经出了这口恶气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多年的恶气，竟然在今天狠狠的出来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里面遭遇了这些，早知道我动作再快一点。你不用自责了，你已经来得很快了，谢谢你，霍香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我就是霍总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真觉得我是拜金女？还是说你觉得自己是普通人，怕我见异思迁？主要是别人都说我长着一张霸总的脸，你就没有怀疑过我是真霸总吗？如果你真的是霸总，那我肯定会跟你离婚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同层次的人就不可能在一起生活。比起金钱美貌，我更重视婚姻的平等性。他根本不谈破我什么，难道真是我错怪他了？走了走了，要是被别人发现你堂堂霍总连个司机都没有，肯定会穿帮的。走吧走吧。哥，你记得带上嫂子和穗穗。我和霍潇已经买完菜，在回家的路上了。你要是先到了，就进门坐着，备用钥匙在窗台上。奶奶如果到了，你记得招呼一下奶奶啊。行，我给穗穗洗个脸就来。你嫂子昨天晚上值夜班，等会儿我就告诉她去你家吃饭啊。好嘞，哥，那我先挂了。哎，那不是奶奶吗？奶奶！哎呦，就这一小段路我才导航的，这结果还是没找到。哎呦，臭孙子，都怪你非要隐藏身份，我都这一把年纪了，怎么会受这种罪啊？这……啊，我这功力绝对让你开心。哎呦，撞着人了！你老人家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还好没啥大事，就是摔疼了点。你们扶我起来吧。你不是住在 VIP 888病房的杜玉珍吗？你是？大力，这个就是害得菲菲永远不能转正的那个老太婆，就是我小姑子沈叔老公的奶奶。哎呦，你是叔叔的嫂子吧？哎呦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呸！少攀亲戚，谁跟你们这种穷鬼是一家人？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呀？难道你不是叔叔哥哥的老婆吗？现在是，以后就不是了。你个死老太婆，还敢喊我妹妹！今天我把你骨头给甩断了！哎，你敢？我孙子可是霍氏集团的老总。老太太还做梦呢！美丽都告诉我了，你孙子不过是霍总身边的一个司机吧？今天这顿打你挨定了！我这……哎呀！欺负我奶奶，找死！谁？我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我没事儿。就是他开车撞的我，还说要踩断我骨头，我都告诉他了，我孙子是霍氏集团的老总，他还是不肯放过我。你说什么？都怪你，非得装穷，害我受罪。但是我今天一定要收拾这个坏东西。哼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霍家老夫人。你，哎呦！洛萧，这个人竟然敢欺负奶奶，你就再借霍总的身份一次，好好教训他。好，奶奶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白遭受这些苦的。干嘛？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，让他3年之内找不到工作。要是谁敢录用他，就是跟我霍氏集团作对。哎，你个破司机还装上了！美丽，别愣着，跟我一块抽他们！哎，大力，我还没离婚呢，可不能让沈叔抓到我婚内出轨，要不然没办法让他死瘸子净身出户了。你先忍着点吧。
那行吧，但我省着腰了，今天必须得让他们赔钱。放心吧，包的。沈叔，你老公踹伤了我的朋友，还敢借霍总的名义耀武扬威，别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用赔钱了。要不是我黄瓜摔得及时，奶奶的腿都被他踩烂了。霍萧踢他一脚怎么了？你不服就报警。对，报警！明明是他开车撞的我，不仅不扶我起来，还为了医院踢飞我药瓶的那个夜班护士，要踹死我！竟然还有这种事！看来对那个夜班护士的惩罚还不够。通知下去，立马开除那个推倒奶奶的夜班护士，永久封杀，让他滚出江城。谁敢收留他跟他的家人，一律封杀。还我说妹夫，你是装上瘾了？就算你这样，今天也得赔个10万8万，不然，沈叔，你也不想岁岁没有妈妈，不想你哥哥后半辈子没老婆吧？你威胁我，那又怎样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这个当嫂嫂的，不仅婚内出轨，还想讹人。亏我刚才还想看在叔叔的面子上维护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不管叔叔的哥哥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霍家都有能力再给他找个老婆，并且打官司让你净身出户，你就等着离婚吧。哎，我说你个死老太婆，装够了吗？你孙子不就是给霍总打工的吗？他要是真有这本事，能处置得了我，我今天给你跪下磕头道歉。就你小子还要开除我妹妹，还要把我们赶出江城。哎呦，先对下这俩再说吧，还光逼饭。哎呦，霍萧，你看把他给牛的啊！这就是你隐藏身份的下场。哎呦，奶奶，先别着急。奶奶，你别怕，我马上就报警。我相信他不会为了一个外人跟我哥离婚的。如果真这样，那他就是婚内出轨，要净身出户的。他肯定舍不得。馆长啊，什么？不，我被开除了，我被整个健身行业封杀，我将在江城没有容身之地。不是，都是因为我得罪了霍氏集团的霍总。不是，这都误会。喂，你们你不就是霍总的小跟班吗？是与不是，霍总都会给我这个面子。现在你的妹妹应该也被封杀了，宝子，难道你想做第三个？喂，菲菲，你被医院开除封杀了，你跟院长的奸情被捅出来了，又是霍总，我这。霍总的跟班，不，霍先生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我跟我妹妹一次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！哎呦，刚才你推倒我奶奶的时候，怎么不是这份嘴脸？老人家，我该死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你放我一次好不好？老人家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。晚了。美丽，我是因为你才没看路开车撞了人，你得帮我呀，美丽，帮我呀！叔叔啊，你瞧，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行了，只要你们和奶奶赔礼道歉，补偿医药费，我就饶了你们。包的，我多少钱我都赔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先别动，先稳住他们再说。一会儿我让妹夫去跟他说说，先恢复你和菲菲的职位就好了。叔叔，奶奶，我这就给你们磕头道歉了，你们可千万别牵连到我。我只是搭健身教练的车过来吃饭的，我可没有出轨啊。对不起，这放过霍先生，奶奶，饶我一次。那个，我还有1年的健身费没结，那个大力教练欠你们的钱就由我出了。我看奶奶也不太舒服，你们先上楼敷药吧。嫂子，你最好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还有，这个钱不能你来出，必须他出。
不然我还是会让我老公让你失业被封杀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奶奶，我们走。10万元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，3天之内必须给到，否则你跟你妹妹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哎，我美丽啊，这一切不会都是因为你，我真没钱，这钱无论如何你得帮我出了，好不好？行了，我会解决的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先走吧，我在这等等那瘸子。一会儿他来了，我保准让他管沈叔要钱。那刚拿了10万的奖金。那行，我就等你好消息啊！一定得让我跟我妹妹我们恢复生活。行了，走吧。好。瞧把你给狂的！我真没想到，霍霄这个小跟班在霍总身边有这么高的地位。这条大鱼我可不能轻易放过，就先不离婚。你就是沈叔的那个恶毒嫂子吧？我找你有个大单子给你，事成之后给你100万。原来是夏氏集团的夏小姐，你只要能给我100万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记住，无论你闯多大的祸，我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在不暴露我的前提下，只要能让沈叔一无所有，离开霍霄，这100万就是你的了。这个好办，夏小姐，瞧我的吧，一会儿我就让他们2口子吵翻天。看什么呢？笑成这样，关你屁事！对了，我去年上健身课欠费10万，你等会儿去找沈叔借10万，听到没？我是不会去借的。叔叔他们2口子刚结婚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你要翻天呢，信不信我跟你离婚？走，回家。嘿，你个死瘸子，还敢跟我唱反调？难道也是仗了霍霄的势力？一个破司机，还狐假虎威上我，我也有后台呢。沈叔，死瘸子，你们等着吧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总算有些家的样子了。不过，怎么没有见潇潇的东西呀？该不会是你俩现在还分床睡吧？奶奶，才闪婚没几天，就睡在一起。哎呀，我有时候恨你呀，真像根木头。先婚后爱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爱呀，你懂不懂啊？肯定是叔叔的哥哥和侄女来了，快去待客呀！虽说他只是霍总的跟班，但皇帝身边的太监也不容小觑。而且这身材，这么高大帅气的男人，竟然便宜了沈叔这赔钱货，真是浪费！傻呆呆站着干什么？叫人啊！妹夫好啊，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沈叔的嫂子，霍氏医院的内科主任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。妹夫，我刚看你一个命令就处置了大力和菲菲，你在霍氏集团到底有多大的权利啊？我只是一个司机而已，能有多大权利？就算有，我也帮不了你什么。有权也不帮，看来刚才的梁子是结下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要是能让他俩离婚，我也算出了今天这口恶气。没关系，我看你这外形条件这么好，只要你愿意，嫂子有的是富婆资源介绍给你，免得拖累了你。说什么呢你？
小霍是正经人。我说的不是正经话吗？我和小霍说话，你非我插什么嘴？小霍啊，哥，里边请吧。哎，好。还挺有骨气，但婚姻可都是柴米油盐。等你受够穷苦的那一天，自然会来求我给你找资源。好了，奶奶，这下没事了。待会儿我再给你炖个鱼汤补补。好，叔叔啊，你是不是对霍萧哪里不太满意呀？我很满意啊，您为什么这么问？满意？你们俩还分房睡呀？这不是才闪婚，他又后悔跟我结婚吗？听我的，把他扑倒，生个孙女儿，我呀就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你。奶奶，我哥到了，我们出去说吧。行。哎呀，看人家住的房子，咱们住的什么破地方？奶奶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去厨房做菜。这位就是妹夫的奶奶吧？你好，叔叔哥哥真是个不错的孩子。这些年你又当爹又当妈的，把叔叔一手带大，实在是辛苦了。以后叔叔呀，就交给我家这个臭小子照顾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看得出来，霍萧是个稳重体贴的人，把叔叔交给他，我也很放心。这房子不便宜吧？多少钱买的？1个月还完月供，还能活吗？叔叔也真是的，一个外地户要什么自行车？不知道男人买房压力很大吗？都不知道心疼人呢。哎，你也去厨房找点事干干，让叔叔过来歇歇啊。去吧。不管压力大不大，霍萧都不会跟我 AA 的。嫂子你就放心吧。哥，你先和奶奶说说话，我还有最后一道鲫鱼汤没做，我去厨房帮帮霍萧。真是个活冤枉，鱼都没杀就直接下水煮了。我没进过厨房。来。得亏鱼不会说话，不然他一定说疼死了，疼死了！霍萧，你这个活阎王！干脆让超市杀好，多省事儿。好，我这不是想着最后一道菜现杀现煮，新鲜一些吗？对了，刚才你在里面跟奶奶聊什么这么开心啊？奶奶问我们是不是分房睡，说我们都领到结婚证了，让我主动点，大胆点，把你扑倒，扒光你睡里。奶奶这个老不正经的。奶奶还说希望明年就能抱上曾孙女，她还强调一定要曾孙女，说生女儿重重有奖，会把她老人家毕生积蓄都给我呢。奶奶可真大方，毕生积蓄，少说也有几百亿了吧？是吗？那奶奶她还是挺喜欢你这个孙媳妇的。是因为她那一辈没有女儿吗？我们家9代单传，全部都是儿子。怪不得要把她毕生积蓄都给我，原来是比登天还难的事。果然是奔着奶奶的钱来的，拜金女的尾巴要露出来了吗？又是包扎又是做饭，哄得奶奶团团转。这是从我这里捞不到，该从奶奶那儿捞了吗？他眼神干嘛变得这么吓人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
莫名其妙，不会真以为我想扑倒他那座大冰山吧？谁会喜欢冰雕呀？奶奶，您看这么晚了，今晚要不就在这儿歇下吧？不用啦，我呀就不打扰你们两口子圆房了。希望明年呀，奶奶能抱一个大重孙女儿，加油啊！奶奶，那您慢走。妹啊，哥看霍萧对你这么好，总算是放下心来了，可得好好过以后的日子啊。也不知道哥哥是从哪儿看出来的。知道了，哥，你到家了记得给我发消息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走吧。还真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啊。这是什么？你看看。结婚证都领了，才谈财产分配，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，霍先生？你先看看。第一条就是不同房。你是觉得我很馋你的身体吗？这个我懂，毕竟你对自己的身材样貌都非常自信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半年内如果我们没有培养出感情，那就没有继续的必要。这套房子到时候我会转让给你。对了，还有那辆剁椒鱼桶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怕我打奶奶财产的主意吧？我没有那么想过，我有手有脚，不用啃了。我们虽然是夫妻，但毕竟没有基础感情。我觉得这份协议你签了会对你比较有保障。霍先生的外在条件确实数一数二，比那些大明星气质都好。不过霍先生也不是人民币，做不到人见人爱，所以这份协议我同意。他签的那么随意，对我一点感情也没有吗？这是属于你的5万，没有密码，我可不谈你这份。这是你应得的。随你，白赚5万，不要白不要。如果他真的对我有所图，签完协议后应该气急败坏才对。难道他真的没所图吗？那他究竟为什么要同意跟我闪婚？喂，小姑，快来救救爸爸！妈妈打爸爸很凶。碎碎，你现在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小姑马上就来。碎碎不哭，小姑给你买新的啊。让你顶嘴，让你嘴，你疯了吧？翅膀硬了是吧？啊！再不给我妈道歉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你妹妹在我们家白吃白住了这么多年，让她拿点奖金给碎碎买个学区房怎么了？那再说，那碎碎可是你女儿啊，我们不也是为了你女儿好吗？你们休想打扰我妹妹的生活。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哥，你没事吧？小子，你够了！当初这套房的首付就是我哥付的，这些年他瘸着腿还在捡垃圾补贴家用，你还要他怎样？他可是上门女婿，付出这么多不是应该的吗？更何况我女儿养你们兄妹这么多年，你也该把那10万奖金拿出来回报我们吧？这些年不是你女儿在养着我哥，是他逼我哥辞职跑滴滴，最后意外车祸跛了脚，只能在家带孩子，也是你们逼他放弃男护士的职业。到头来只不过是混了一口粮食而已，凭什么说是你养他？瞧你这话说的多硬气，不知道的以为你哥的工作多了不起。当初他也就是个破护士长，我可是医院主任。当年要不是看他长得帅，老娘根本看不上一个农村人。他是比不上你，但他也有自己的工资和事业，也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
是你花言巧语骗他结婚，说你工资高可以养家，让他在家照顾你妈，不然他会辞职带娃吗？你在这装什么好人？要不是你这个拖油瓶，怎么可能？说话就好好说话，动什么手？别对我不客气。哟，这还护上了哈？果然是一家子狐媚货色呀！当初沈山做护士长的时候，就是勾引我女儿的货色。现在沈叔当了护士，也勾搭什么呢？俺呸！真是两个有爹生没娘养的贱货！死老太婆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竟然敢骂我的爸妈和我哥，你给我闭嘴！叔叔，你别打了，你放手，放开我妈！妈，你们这两个白眼狼啊，要造反吗？废物赘婿竟然敢打我妈，想上天是不是？我，哥，你没事吧？王美丽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你把我打死在这儿，也别想逼我从叔叔那拿到1分钱。怎么？现在你妹妹嫁人了，以为有人给你撑腰了是吗？敢这么和我说话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初可是老娘养活你们一大家子，现在给我钱，天经地义。你放屁！叔叔每次给家里买东西，什么时候少过你的了？每个月给你4000块钱伙食费，怎么就白吃白住了？你个废物赘婿，还敢跟我顶嘴了！废物赘婿，还敢跟我顶嘴了！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哟，看着老公来耀武扬威来了！我告诉你，有本事来打我这个老太婆呀！到时候我让我女儿开一个伤势鉴定书，我让你们赔死！我告诉你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们的。这些年我哥待你们怎样，你们心里清楚。行，不给我钱报健身课也可以，那就离婚。这赔钱货的抚养权你们也别想要，这套房子你们也1分钱都拿不到。你们别太过分了，有本事出去告我呀！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可是霍氏医院的主任，多少有身份的人求着我给他们安排病床，我人脉手段多的是，你们尽管试试。王美丽，女儿就是我的命，你这是要把我逼死！叔叔，这不关你们的事儿，你先走。哥，叔叔，听话。哥，你要是想清楚了就跟我说，我认识很多律师朋友，不怕他们。霍氏医院竟然出了这个败类，看来得找个时间收拾他。给哥哥一点时间，相信我。别走，把10万奖金留下！哎呦，我的腰啊！你这又是干什么？沈叔，你竟然敢打我妈！我妈有心脏病，她这身子骨怎么可以摔跤？真是造孽呀！养了你们这对兄妹呀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呀，结果是个白眼狼，还对我下手啊！你们今天必须得把钱给了，我妈要是有什么闪失怎么办？麻烦你搞清楚，我都没碰她，关我什么事？你敢再动我老婆一个主意试试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走吧。她老公是干什么的？看上去不好惹呀。就是个小护士，还威胁上老娘。哎，美丽，你刚刚都拍到了？当然拍到了，剩下的就看夏大小姐的了。沈叔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在想些什么？我以为和你结婚搬出来之后，哥哥会过得好一点，没想到还是那样，越来越差。他和我结婚是因为这个，而不是因为钱。原生家庭还真是会永远缠着一个人，所以我很羡慕你，有和蔼的家人，还会爱屋及乌的对我好。虽然你有时候对我发脾气，但是有你在，我很安心。你别担心，哥哥要是受了委屈，我会让陈家人知道，我们的哥不是没有靠山的。你这样看着我，是在怀疑我说话的真实性吗？只要我们有理，
我就一定不会让你哥哥受委屈的。霍晓，我想靠一靠你的肩膀。霍晓，你的心跳得好快啊！是吗？今天谢谢你了，你快回去上班吧，我也该回去上班了。把嫂子的资料调出来给我。你妹妹现在真是翅膀硬了，看把我妈打成什么样了。还有力气喊，这不好着呢。老娘给你脸了是吧？敢这么跟老娘说话？哼，知美丽的，助美丽的，花美丽啊！哪有像你这样的老公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告诉你，这事儿没有我妈的医药费，沈叔必须给，否则咱们林见。哼，妈，咱们走。走。呸！爸爸，我讨厌妈妈。是碎碎打电话让小姑来的吗？以后不要再打扰小姑了，爸爸会保护好你的啊。美丽，听说你最近傍上了权贵，要一飞冲天了。那你什么时候踹了那个死瘸子跟我结婚啊？你可是答应我要搬新房子和我一块来住啊！霍总，夫人和他哥哥父母车祸离世的早，赔偿金被家里亲戚以抚养的名义全部吞并，哥哥这才带着夫人四处打工，供夫人读书。后坠给嫂子，被嫂子哄骗，用给夫人攒下的嫁妆给嫂子付了首付，这才同意夫人住到结婚为止。后来哥哥又被哄着离职在家，白天照顾嫂子妈妈，晚上要兼职跑滴滴，身体吃不消，意外出了车祸，肝脏严重受损，还成了瘸子。而陈家拒绝在房产证上增加夫人哥哥的名字，要是离婚，恐怕房子也要不回来。让律师团队那边收集证据，必须把钱要回来，还有孩子的抚养权。是。快点啊！别说了，就在那边了，快！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！不好了，网上突然有人发帖说夫人白眼狼对着嫂子一家趾高气扬，还怒推哥哥的岳母，导致受伤在地，还贴上了视频。赶紧把热搜撤下来，找到发帖人，通知集团公关随时待命。是。真是人不可貌相。对啊，好好一姑娘，这么恶毒的心脏。是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你离我远点，真是太恶心！你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没数啊？就在这里，那个白眼狼就在这工作。沈叔，赶紧滚出来道歉！你们再围在这儿，我就要报警了！给我砸他！打他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还敢问干什么？你嫂子一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赶紧跟他们赔礼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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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小姐，关于嫂子对你的指控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不是白眼狼。视频都出来了，你还要辩解吗你？沈小姐，请回答一下。沈小姐，请回答一下。沈小姐，请回答一下。请回答一下，沈小姐，请回答一下吧。你谁啊？不是上班去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
今天对我夫人动手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还有你，八卦报社就等着破产吧！沈叔，你真是个狐狸精，这么多人都没人治得了你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成了领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刚才突然过来，还真是吓了一跳呢。我担心你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你是不是根本没走呀？你公司离这里可是2条路。我看你之前伤的还不够重，还有心思跟我在这开玩笑。我这不是担心你是不是请假了，会不会影响你年终奖呀？我给老板开车，上班时间比较自由，你就别担心我的工作了。奖金再多，那也是身外之物，只要你没事就行。你今天怎么突然会说话了？还真有点不习惯。沈叔，好啦，不逗你了。不想笑就不用笑，笑得比哭了还难看。我还以为我演技很好呢。在我面前就不用演得这么豁达，有什么事就跟我说。我担心哥哥。哥和那个人，毕竟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你说让他一下割舍也不太实际。况且穗穗现在正是需要妈妈的年纪，哥哥需要考虑的也很多。我知道的。有这些时间多想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披露嫂子一家人，还你哥哥清白。我这里有这些年的转账记录，我都保存着以备不时之需。有一点聪明，但还是不够。这件事的主要矛盾在哥哥那里，得需要他自己想明白才行。我相信哥哥，再给他一点时间，毕竟穗穗的抚养权也是个问题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今天还好有你，我先去换衣服了。封锁今天的一切消息，还有封杀八卦报社。是，可八卦报社是夏氏集团的重要经济支柱，咱们和夏氏集团有密切的合作往来，这怕是敢欺负我霍萧的老婆，再重要的合作商家，也要付出代价。是。嫂，我先去做早餐。这是什么？新手机，你那台坏得太彻底了，已经没办法修复。那我把钱转你吧，多少钱？不用，我还不至于穷到连个手机都买不起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，收下吧，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。那谢谢了。今天我送你去上班吧。好。沈月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。这大冰山怎么开始融化了？倒是让我不好意思了。我上班要迟到了，以后下班再说这么肉麻的话。不，我现在就想说，我现在就想抱，可以让我再抱一次吗？好吗？好吧，其实我也有点喜欢你。真的吗？真的呀，虽然你只是个小司机，
但是很有担当。我哥说我没嫁错人。哥说的对，你不会嫁错人的。但是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坦白，希望你听完之后，能给我一个解释和弥补的机会。我之前之所以瞒着你，是我的不对，但我已经打算改过自新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如今我已经看清自己的心意，我一定要坦白身份，再也不要让他受到委屈。其实我就是……他不会真的和霍总有一腿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我真的要好好想想。那个，我不管你是霍总的谁，是什么关系，总之现在不适合说这个。那什么，我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，咱们晚上再说吧。沈叔，沈叔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隐瞒身份的。等你下班了，我就跟你坦白，希望你可以接受我。吓成这样，连手机都忘拿了。累死了，还好跑得快，不然就听到不想听的了。那我怀着奇怪的心情还怎么工作啊？不过他要真和霍总是那种关系，我抢走他，霍总该不会报复我吧？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院长跟杨菲菲搞破鞋，双双被开后，新来的女院长很厉害，一来就点卯，就差你了啊！走。不好意思，院长，我迟到了。怎么是你啊？对，就是我。空降成了你的上司，这就是上层人的特权，明白吗？底层垃圾。迟到1个小时，还有脸拦？给我跪下！快点跪下给夏院长道歉！夏院长可是霍总的青梅，夏家的豪门千金。主任，按照医院规定，迟到最多就是扣钱，我凭什么下跪？张嘴就是一股骚味儿。你来霍氏医院，就是来勾引男人的吧？之前蓄意救奶奶，也是为了嫁给他孙子吧？夏院长早上是没刷牙吗？嘴这么臭。再说，我跟奶奶怎么认识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贱人，敢跟本小姐顶嘴！就算你是院长，也没有资格打人。迟到还敢跟夏院长顶嘴还手，是想滚出霍氏医院吗？看我怎么教训你这个有爹生没娘养的野种！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夏雨薇，你费尽心思来这里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敢问？沈叔，你真下贱，连别人的心上人都敢抢。说清楚，我抢谁的心上人了？当然是夏院长的心上人霍香。你没有镜子等我尿吧？像你这种狗夫，要不是救了霍香女，霍香能看得上你吗？你们强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就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就是专门破坏人家夏院长的感情。这种人要怎么对付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把他的脸打肿，让他没法见人。扒了他的衣服，让他受死。依我看，先打脸后扒衣服，最后拿小飞扔到医院里下去，让所有人看看当小三是什么下场。好。夏院长，您等着，我这就去器材室找最粗的绳子。大家都做得很好，这个月工资翻倍。谢谢院长。简直欺人太甚！有我在，你们都别想欺负叔叔。倒是忘了还有你，不过小小消失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来人，轰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你们出去！往哪儿跑啊，小公主！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看我拿绳子怎么收拾你这个烂货！
把你给扒干净丢在街上，或像一主动回到夏院长身边。就算你把门拍烂，今天沈叔也是个死。夏雨薇，你别嚣张，总有人能治你的，我这就找人来收拾你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找警察帮忙了，不然没人能震慑夏雨。这不是霍总的秘书吗？霍总为了霍萧的奶奶，还送来10万奖金，可见是个好人。那想必霍总也愿意帮忙震慑夏雨薇，免得医院名声败坏的吧？霍秘书，霍秘书，你来的正好，快请霍总过来。夏氏千金夏雨薇空降来医院做院长，还要滥用职权收拾我朋友沈叔，这会让医院名声彻底臭掉的。你说谁？沈叔？对，就是上次你颁奖那个女护士。她在哪？就在院长办公室，你跟我来。这就是你勾引霍哥哥的下场！你们2个把他衣服给我扒了，一件不少。是，不要！沈叔，沈叔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才来啊？对不起，都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夏雨薇，更不会放过夏家。霍哥哥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。住口！我不需要听你解释，但你要知道，夏氏该破产了。霍哥哥，你听我说。夏院长，我把绳子拿回来了，这可是专门绑狗的绳子，可结实了。哎呦喂，怎么回事？这咋了？不会是沈叔那个贱人吧？这个贱人居然害得霍哥哥要对付夏家，我要杀了他！夏院长，我有个借刀杀人的好办法，保证不会脏了您的手。什么法子？咱们医院的精神科住着个超级神经病男护士，因为怕他报复，所以一直没敢开除，所以他就算杀人都不犯法。今晚我就要沈叔死。今晚只怕不行，但你放心，那神经病幻想有人爱他，幻想到疯了，我马上就安排他接近沈叔。等他认定沈叔是他的，那沈叔这辈子都难逃他的魔爪。那你还不快把那个神经病叫来？是。白护士，过来院长办公室一趟。夏院长，主任说你找我。白练，白班组可是我们医院精英最多的部门，你可要好好干。谢谢夏院长。你应该谢的是沈叔护士长，是他主动要求调你过去的。我看他对你的事情特别上心，好像挺喜欢你的。他喜欢我，我就知道他喜欢我。叔叔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沈叔，让你到处勾引男人，惹上这个变态，我看你有什么好果子吃。你要去哪？我要去暴揍夏雨薇，还有那些欺负你的人一顿。不用了，我们惹不起夏雨薇的。更何况夏雨薇以为你是霍总，才会对我敌意那么大。大不了我就辞职，这样就不用跟他们打交道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沈叔，其实我就是霍氏集团。霍萧，你不用解释，我都明白。但不管以前你和霍总有没有那层关系，如今你已经决定重新选择，我也愿意接受你。他这是误会什么了？
难道以为我和霍总是卖钩子的关系？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没有相信他们的话，我相信你不是个会出卖身体的人。霍萧，我先回去上班了。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，我不管你和霍总有怎样的过往，我都可以接受你，只要你以后跟我好好的就行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。等你好起来，我带你去见爷爷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我跟霍总是清白的关系。好，那我先去上班了。夏雨薇，夏氏，你们该破产了。通知下去，今晚就让夏氏破产。可是霍总，老爷子和夏氏老爷子是生死之交的战友，只怕老爷子那边会同意。告诉老爷子，要么夏氏破产，要么送夏雨薇去非洲，永远别回来。是。我到底要不要离职？可如果离职，以我的身份地位，根本找不到第二家医甲医院招收，也不可能再意外得到护士长的工作。过几年如果要孩子，就得买学区房。沈护士长，我是精神科的男护士，我叫白练。这杯奶茶给你压压惊的。我听说你被新来的院长给欺负了，但刚传来了个好消息，他好像被开除了。什么？你说夏雨薇被开除了？是啊，听说他来咱们医院是夏家出面干涉，但是他作威作福，他欺负你，给霍氏医院的形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后果，所以就被霍总开除了，还被送去了非洲。天哪，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！霍总真是深明大义，当代青天啊！爹，听说原本霍总要灭掉夏氏的，但霍老夫人求情了，所以夏氏决定让夏雨薇去非洲作为惩戒。是霍总开除的，肯定是霍萧去求霍总了。霍萧，谢谢你。沈护士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真是个好消息，我都高兴傻了。本来还要离职的。你可不能离职，绝不能，我不允许！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夏雨薇都被开除了，我当然不会离职了。没事，谢谢你啊。那就好。对了，这是给你压压惊的奶茶，你收下吧。谢谢啊。我笑得那么甜，你这么喜欢我，我等不及了。下班我就要你做我的女人。白练，有什么事吗？小叔叔，你不用再隐瞒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你喜欢我，对不对？我也喜欢你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也不喜欢你，请你自重。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把我调到你的部门？每天还对我笑得那么好看，你还喝了我昨天送你的奶茶呢！你就是喜欢我。是人事把你调来的，不是我。有病就去医院治，别在这里发疯。他有病吧？竟然说我喜欢他，也不看看他那狗样子。肯定是精神病，他每次看我的眼神好恶心。我才没有病！骗子，你是骗子！你明明喜欢我，你为什么不承认？变态！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赶紧滚，不然我就喊人了。真可怜，你单身36年的真心，偏偏给了沈叔那个贱女。你为什么也要骗我？是你说他喜欢我，主动调我进白班组的。是啊，他亲口说他喜欢你，要把你调进他部门的。现在他勾引上了霍总，
所以才死不承认。贱人，贱人！你这种穷酸打工人和家族显赫的霍总比，他当然选霍总了。贱人，老子一定要得到你！幸好我有2手准备。小叔叔，是你逼我的。沈叔，就算夏雨薇被调走了，你也别想安生。医院人这么多，他应该不敢怎么样吧？不行，我还是打电话给霍潇，让他来接我回家吧。喂，我这是在哪？在我的怀里呀！叔叔，你就别挣扎了，今天你只能成为我的人。我警告你，你别动我，不然我老公不会放过你的。妈的，沈叔，你都有老公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勾引我？啊！你有病啊！谁勾引你了？闭嘴！你就是个只爱钱的贱女人，看够了又嫌我穷，贱人！你只能让我糟蹋你，让大家看到你这种拜金女的下场。很好，我，一群废物，还不快去找！半个小时后我必须见到夫人。是。打了10几通电话，还是没人接。沈叔，你千万不要出事啊！霍总，您看，地点在医院病房。畜生！沈叔，老公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处理的干净点，以后世上再没有这个人。是。走，霍总，白莲已经处理了，之前网上发的视频也已经拦截删除了。白莲说，教唆他的人是夏雨薇，而且之前网暴夫人也是夏雨薇要求的。那个贱人，走了都不安生。那夏家必须为他付出代价。奶奶那边怎么说？老夫人说：“一切由您做主。”哼，今天之后，这个世界上我不想再听到看到夏家的任何消息。还有那个嫂子，让她永远消失在这一行。这是全球封杀夏家了，真是一人作死，害死全家。夏家算彻底完了。那个王主任也是蠢货，本来有霍总这么好的妹夫，就注定飞黄腾达，非要作死。至于那个远在非洲的夏雨薇，今晚叔叔遭受的一切，我要他100倍、1000倍的体验。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明白，霍总。对不起，叔叔。不要，不要，老公救我！别怕，别怕，老公在。老公在。我梦到自己要掉下悬崖，可是你理都不理我，我害怕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抛弃我了怎么办？我霍潇发誓，这辈子永远只爱沈叔一个人，出有为事，身败名裂，不得好死。不许说，我相信你。我这辈子只认你沈叔是我霍潇的妻子。我也只认定你一个人。说，我一直想跟你坦白的那件事。现在可以说吗？其实我就是霍总，我不是霍总的司机。之前装穷，是因为误会你，是蓄意接近奶奶。但相处后，我发现你心地善良，乐观向上，是我想娶的人。你能再给我一次弥补你的机会吗？什么？你是霍氏集团总裁？难怪次次都能化险为夷。
难怪夏雨薇发了疯的要害我。对不起，叔叔，是我害了你。没关系，我只是没想到你真的是大人物。叔叔，我正式向你求婚，求你嫁给我，好吗？我会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人。我愿意。太好了，我霍萧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爱你了。叔叔，我们一生一世，一双人，永不分离。好，哥哥，我终于找到那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了。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会幸福的。